大家好，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订阅频道、点赞、分享、评论支持我们。现在我们来到今天的主要内容。赵露思，她的照片是90后的非主流头像。后来，她进入娱乐圈，成为男神收割机。1990年代以追求个人主义而闻名，他们是最知名的90后组合，因为他们对马特的热爱以及他作为经典的杀戮。在进入娱乐圈之前，人们经常用他的照片作为头像，他们成为男性偶像，被称为男性神收割者。这就是我今天要讨论的明星。赵露思被很多人认为是真正的美人，她通过她在互联网娱乐业的形象而走红。然而，在走红之前，她以神童的身份进入了娱乐圈。在粉丝的呼唤下，赵露思在娱乐圈的事业平淡无奇。她以歌手身份出名，但因超级女声而被忽视。她没有放弃，而是开始演戏。因为她出演了一部人人皆知的关于皇帝的电影，人们都知道她作为演员的名字。出演《凤求皇后》收获了众多忠实粉丝，凭借甜美自然的表演广受好评。她在《3000鸦杀》中的表演非常幽默，完美无瑕。当她扮演这个角色时，这恰到好处。争议围绕着赵露思的尸体，因为长相甜美可爱，她的很多角色都是喜剧电视剧或带有积极基调的电视剧。不少网友称她只能演这样的角色，他们相信她的头身比例让她看起来瘦了120磅。因为女明星平均体重超过80斤，所以人们反对赵露思的增重。身边减重近80斤的赵露思证明了自己的明星地位，这并没有阻止人们对她的说法产生怀疑。赵露思目前在娱乐圈爆红，越来越多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正在制作中。人们说她体格健壮，可以激发对她工作的任何事物的兴趣。这是因为她合作过的很多男演员都被认为是神，比如宋威龙、李弘毅、丁禹兮和肖战。我想赵露思以后会继续用新的角色给我惊喜。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她的表演，请随时在下面发表评论并分享你的想法。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给编辑点个赞和关注。感谢您的阅读。从关晓彤和赵露思的胡同谈起老北京文化，还讨论了它的历史和起源。胡字在汉语重义为路，源于胡同居民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的性质向我们展示了北京的独特魅力。北京历史研究会创始人曹尔斯在胡同谈话中表示，元曲人首先使用胡同这个词。在原管汉卿的单剑会中，有一句说要开血腥巷子。原句《张生竹海》中，砖楼胡同是梅香居住的地方。当他问他住在哪里时，他回答说他的家人住在北方的一个街区。原民称街巷为胡同，最终成为北行街巷的统称。袁熊梦祥在《今之解析》一文中指出，胡同方言的二字本就是元大度话。明代以来，不少人研究胡同方言，但是他们彼此不同意并形成自己的意见。然而，胡同在元朝时期在北京经常使用，这很容易理解，将听起来很奇怪的胡同改名为其他语言很容易。比如把神别老胡同改成蒙古语 Sweetwell 就很容易理解了。同样，将朝内胡同改成漠河胡同也很容易理解。其他的例子还有聂儿胡同改名为西京和菊儿胡同改名为双井。北京也有很多毛胡同，蒙古语改成破井或破井。此外，这些名称通常缩写为添加前缀或后缀，以指示井的状态。例如，毛侯通变成毛场侯桶，好的变成毛场侯堂。自创建以来，胡同的名字一直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元代没有写在任何公共建筑上，相反，它是口头传递的。民国成立时，胡同入口处挂着牌子。元朝以前，每条街都不是胡同。元朝规定了每条胡同、小街和主要街道的宽度。主街宽37.2米，小街18.6米，小巷6.9米。因此，小巷的宽度必须始终为6步。相传北京有300多个著名街区，俗称胡同。然而，
可以在不规则的方向和大小中找到非传说中的胡同。有些人甚至在不应该的时候看起来是直的，这与北京有3乘以6等于12条著名胡同的谚语是一致的。其他6人互相竞争成名。13世纪修建了东交民胡同，从天安门东路一直延伸到崇文门内街。胡同长6.5公里，最窄处仅0.75米。前门大石烂的千担胡同是最窄的巷子，宽度只有0.75米。临京胡同曲线最多，全长约390米。九湾胡同至少有13个弯道，是第一条有文字记载的胡同。晋末元初名师，北京是中国唯一有700年历史记载的地方，一种孤立的时尚。这些记录是由元、明、清和民国政权多年来创造的。此外，他们可以进行测试。武艺校草的神奇命运，连杨洋都开始变成沙溢和陈腾华。最近热播的综艺节目《元气满满的哥哥》突然有了一股耳目一新的风潮。当年被不少网友奉为冷酷男神的军校女生杨洋，居然是肉眼可见的。节目一开始，杨洋作为队长，依旧是我们熟悉的端庄、稳重、负责、优雅的男神，但最终还是没有阻止胡军的诱惑和其他前辈。他完全在搞笑的路上，奔马永远消失了。半夜打开弹幕的时候，我几乎被暴露在了整个哈哈哈哈中。我是谁？我在做什么？带着这个疑问，我好奇地点开了这段氢气视频。我看到了什么？我的男神杨洋居然被人间富贵之花王耀庆调侃到疯癫模式。在节目中，随着杨洋男神的首发，他再也扛不住掉在地上的高冷标签，于是有了后来的无形象，就连吴昕等人都拿不到了。不由感叹，杨洋的变化太大了，简直让他们眼花缭乱。对此，网友们表示痛并快乐着。他们在被男神的对比逗乐的同时，也不得不担心杨洋的风向，无数次感叹军艺校草基因的强大。作为娱乐圈的第3个军校生，杨洋已经慢慢追上了自己的2位学长沙溢和陈腾。如今的笑点长大的男人，当年也是大名鼎鼎的超级帅哥。不相信？照片为证。先说沙溢吧，我们对他的最初印象是留在嫁错车上的对的人中的沙评委，那是一个红唇、白牙、美眉的男人，只要他站在那里，人们就很难忽视他。他英俊，容光焕发，即便是6年后演绎的经典人物白展堂，也算得上是风度翩翩的小伙子，有奔放江湖的意思。然而岁月杀猪，当年的奶油小子变成了这样脚踏实地的样子，尤其是体验分娩体验机时那一副失控的表情，真是让人心疼又好笑。而陈腾也没有放弃太多，当然我们对他年轻时大器晚成的印象并不多，反而我在找马冬梅这句话成为了陈腾亲密关系的重要标签之一。所以我们也真的遇到了这个幽默风趣的中年男人。他自称曾经是军校应征入伍的，网友们还不信，于是我们叔叔陈腾晒出了一张他年轻时一脸骄傲的照片。什么？照片中这个浓眉大眼的帅哥真的是屏幕前让网友笑得光头的神奇男神吗？但有图有真相，人们不得不相信他曾经是校草的事实。不得不感叹，时间的流逝太厉害了，竟然把2个超级帅哥变成了今天的喜剧大叔，而且还是军艺校草。网友纷纷拒绝，网上也有给杨洋留言，怎么办？有点担心自己的男神。当然，网友们主要是调侃。而陈腾在网友心中的印象，比起很多同龄男明星，亲民、脚踏实地，更容易走进网友的心。更何况，他们的能力更是也在大家的眼中。10年来，喜剧爆红，贾玲等因搞笑而走红的明星，也抓住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找到了中年的沙溢和陈腾。我找到了一条适合我的道路，并且拥有了现在的自己。时代在变，人们的审美也在变。杨洋的长相完全符合现代人对优质偶像的想象，他的脸和脖子以下的腿都是卡通的，尤其是当年演的沈小奈，仍然是一个讨论的话题。原本大家都以为军艺校草的诅咒能被杨洋破掉，不过随着元气满满的哥哥的播出，
不少网友心中不禁一颤，感觉杨洋也是被陈腾和沙溢改造的，缘分真的不可逆转了。但无论未来如何，杨洋依然是大家心中的冷酷王子和气质偶像。当然，也不用担心他会走两兄弟的倒退路，逐渐变成半月。他有高品质的偶像，所以对身体运动的控制还是很严格的。